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观世界。最近，也就是说7月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呢，他们提出来建议，在2045年的时候，中国无论男女子都到了65岁要退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前表示，退休年龄将会延迟到65岁，推迟退休年龄是必然趋势。也就是说，把原来60岁的退休年龄要延迟到65岁。那么由此看来呢，延迟退休年龄似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退休年龄延至65岁，为何有人反对，有人力挺？大势所趋退休政策还需哪些前提条件？以我缴取的养老账单到底该如何计算？本期老梁观世界帮你算算退休这笔账。我们先不讨论这个延迟退休年龄它的社会反响是什么样，咱们先说说这个延迟退休年龄合不合理，应不应该？年轻人就业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吧。对于那些脑力劳动过重的人是不利的。有一些更好的保障的话，我觉得55岁再推迟5年，应该还是有一定精力可以再工作的。如果你要从这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和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呢，延迟退休年龄似乎是势在必行。首先一个你算，就我们现在这个男的60，女的55退，有的女职工过50就退了。这种退休体制是什么时候制定的呢？它是建国之后50年、51年开始就这么执行了。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问题，当时中国人的平均年龄是多少呢？就寿命呢才50多岁，所以你制定这50几、60退休就可以了。可是现在呢，中国人平均寿命是多少呢？有统计数字都达到了73岁，比那时候长了将近20岁。那你说寿命长了，这些退休年龄相对往后延迟，不变得很正常了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个时代人参加工作什么时候？15、16、17、18，就往往初中毕业就参加工作了。可是现在呢，咱们参加工作呢，绝大多数都是高中以上毕业，那个大学毕业的也非常多。也就是说，受教育的年龄往后推迟了。那么相应的呢，那你退休年龄往后推迟，你晚参加工作了吗？那么晚退休也是很正常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比方说当大夫的，越老越红。你到医院看病，要年轻大夫，你心里头打鼓；要岁数大的，尤其中医，一把胡子你就信他。就这个行当越老越吃香，正是他年富力强的时候。你说你让他退了，这对于他个人，对于社会来说都是个损失。再说中国呢，是现在世界上唯一一个老龄人口已经达到了1个亿。那么再过些年呢，随着中国这个人口红利一点点消失咱就有可能没人干活了。所以你延迟一下退休年龄呢，对于缓解中国老龄化的问题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你看刚才我说这4点，这就决定了延迟退休年龄它是合理的。那么照理说，你说延迟退休年龄合理吧？这样对社会也有好处，对有些人也有好处，对国家也有好处。照理说这样的政策出台，是不是应该大家很拥护才是呢？可是恰恰相反。你看咱们呢，可以呢，最近呢有3个网站曾经在这方面做过调查，咱们可以把这3个网站呢同意和支持的比例调出，大家看看。你看这里有人民网也有腾讯网做的调查，那总起来你看，支持的比例都不到10%，反对的比例都在90%以上。这就我刚才说的，绝大多数起码网民是反对延迟退休年龄。那么刚才我说它合理，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反对呢？咱们先这么分析，你先看看什么人支持，什么人反对。这几年来说实在，延迟退休年龄这话题呢，我也做过好几次了，也做过相应的社会调查。凡是支持延迟退休年龄的，都些什么人呢？往往是白领、机关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技术型人才。为啥呢？他是脑力劳动者，到了60岁这时候呢，体力还够用的，他这工作又不需要多少体力。而且他在职的时候，比退休的时候能多拿一些奖金的福利，他还能干动。那我何不多干2年，我多拿点钱呢？挺好，我也能干得动。但是这里头也有不同的诉求，所以这些脑力劳动者属于白领层面的，他愿意延迟退休年龄，多干2年拿的奖金呢或福利什么的，比就拿点退休金要强，所以他愿意延迟退休年龄。
那什么人反对呢？最激烈反对的是体力劳动。体力劳动者呢，往往他的工作环境啊负荷比较重，也没有人脑力劳动者那工作环境好。好不容易我熬到退休了，我不干活了，我就拿退休金了。这怎么着？延迟退休年龄我还得干活。而且这些人他不一样，他的退休金呢和工资啊有时候差不了太多，甚至出现呢他拿的退休金可能比工资还多的情况。上班挣不多少钱，等到拿退休金按照国家给的可能比这还多呢，那么他当然就不愿意延迟退休。你说我延迟退休，我这2年怎么办？我还得交退休金啊，我这边我拿不着，他不干。还有一部分就学生反对，一个萝卜一个坑，你不退，你接着干活，这职位倒不出来，我们就业怎么办？所以大致同意和反对就这样。所以就说我们呢，大家切记一点，这个社会出现争端的时候，别盲目的你就站在一方，你怎么着。任何人都有他利益出发点，你也不能轻易说一个人这个利益取向就不对，你得仔细琢磨琢磨，怎么样平衡好各方面利益。如果制定出一个像延迟退休年龄这样对社会具有广泛影响意义的政策，你应该得考虑它保护了哪些人利益，损害了哪些人利益，损害这部分人利益我们怎么去补偿。你只有能保证这部分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前提下，你这个政策才具备公平正义性。你听我说说你就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就是养老金双轨制。什么叫双轨制呢？养老金的这种缴纳方面的确存在着一种双轨制，因此在我们进行调查说你愿意这个推迟退休年龄吗？发现说愿意的往往是坐办公室的人比较多，因为他旱涝保收，而且可以享受更高的待遇。但是说不愿意的，可能做体力劳动的，或者说是在这个私营企业里就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有双轨制。你看，我国有2套并行的养老金体系，一套是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的退休制度，个人无需缴纳社保，由财政统一支付养老金；另一套就是社会企业单位的缴费制统筹制度，单位跟职工本人按照一定的工资比例来缴纳，这样的比例呢在不断的提高。很简单，你在小区里经常看着俩老头老太太在一块聊天，你一个月退了能开多少钱呢？啊，我挣多少钱，我挣多少钱，一比发现，那机关干部退的比企业那干部退的挣的多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养老金双轨制。双轨制的存在应该是一个不公正的制度安排。我们希望加快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步伐。这是什么造成的呢？公务员和一部分事业单位的人员，他们是不交养老保险，是国家全额给的。然后退了休以后呢，能拿到公司的80%到90%当养老金。而企业呢和一些社会人员呢，我得从自个儿腰包里掏钱交养老金。然后到退了呢，我拿到的呢仅仅是在位公司的50%不到。这个它有历史遗留的原因，就是我们在这个70、80年代的时候开始搞这个社会养老体系，然后重新建立的时候呢，这个公务员和这个事业单位人员肯定国家给拨款了，说那工厂工人怎么办呢？那时候没有私企，都是国企。说那这样吧，工厂呢用这个企业的利润来交养老金。那会儿为什么没人有意见呢？因为这个工厂都是国企，你这国企利润本来就该上交国家，所以你用这利润呢不用上交国家了，给工人发养老金，就等于国家财政也给你付了，就都是公家给。所以当时大家也没什么意见。可是到了90年代呢，国企改制，不少工人下岗，社会上私企也越来越多了，这一下子出现私企的区分了，一下子这差距就拉开了，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现在说的养老金双轨制。退休年龄延至65岁，为何有人反对，有人力挺？大势所趋退休政策还需哪些前提条件？以我缴取的养老账单到底该如何计算？本期老梁观世界帮你算算退休这笔账。这养老金呢，在世界范围内有2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叫现付现缴制，就说呢，我把现在工作这人钱收上来，付给退休的人，等到你们工作这些人退休了，那有后来工作的人再付上，再给你，这叫现付现缴制。第二种呢叫基金积累制，就说呢，你个人工作的时候就把这钱交上来，这就你个人账户，反正这些就是你退休金，给你事先储蓄起来，保证你养老。这叫基金积累制。我们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2种机制都不错，那就各取一半，中庸，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养老金。中国养老制度如何形成？
小小的缴费账单究竟有何规定？当您退休前后按月领取的基本养老金该如何计算？还有需要哪些必要条件？本期老梁观世界，算算退休这笔账正在播出。现在养老金呢，比方说你工资是1000，1000的20%是多少呢？200块钱。企业在给你1000块钱之外呢，还得拿出200块钱给你交养老金，这部分就是我们说的现付现缴的，叫社会统筹。那还有个人交的，再把个人账户贴进来，你不挣1000块钱吗？交8%，80块钱，然后把这80块钱交到你个人账户里头。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养老金里头呢，社会统筹账户里有你200块钱，这是企业给你交的，这边个人账户里有你交的80，280就是你退休金。那么至于这退休金怎么发到你手的，经过哪些计算，我们还有一个复杂的计算公式，大家可以一起看看。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金包括2个部分，一部分是社会统筹养老金，另一部分是个人账户养老金。每月领取的基本养老金有一套较为复杂的计算方法。以某地男职工老王为例，2012年他60岁退休，这个地区去年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4000元，而他的缴费年限为15年。根据计算，老王的基础养老金就是480元，他的个人账户养老金是359.79元。那么上面2项相加，退休后老王每个月可以领到839.79元退休金。当然，缴费的年限越长，养老金就会越高。如果老王的累计缴费年限为40年时，他的基础养老金就上升到1280元，那么他退休时就可以领到1639.79元。或许以上计算方法比较繁琐，您可以自行选择以下查询方式：一、社保中心查询，携带身份证到各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业务办理大厅查询；二、上网查询，登录劳动保障网，点击个人社保信息查询，输入身份证号码和登录密码，密码是社保证编号。三、电话咨询，拨打劳动保障综合服务电话12333进行政策咨询。那么一个普通工薪阶层的职工应该从什么年龄阶段开始考虑自己的养老规划呢？35岁以前，年轻人面临的是养孩子、买房子，所以这时候你对他说养老，他确实没考虑，这是一个客观情况。所以应该是这样的，在这个孩子稍微大一点，负担不是很重了，房子的按揭还完50%以上了，这时候就应该呢，尤其过了35、40，不能晚于40，应该考虑买健康、买养老。那么我们说这2部分，社会统筹和这个个人账户，这是我们养老金的2个基石。那么我们想97年、98年最开始执行养老保险的时候，它就有个问题，那时候一堆退休的了，你得给钱吧？可是呢，当时还没有那么多新的账能收上来，你得从那时候开始收。你刚开始收，那头就要补，你说这能不出欠账吗？这肯定中间出欠账。他不是说你收了一些年之后再补给退休的，他这边就退了，那边补，那你肯定有欠账。你想你要交280的话，那一个人退休金不可能就280嘛，这是，所以他有欠账。那么这个欠账呢，是历史遗留造成的。98年咱们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啊，下来几千万职工，那么他们的养老金谁来发放呢？那这些人的养老金是没有预算的，所以他们是在用的年轻人的个人账户的钱。假如延迟退休年龄，我多工作1年，全国工作的人多交40亿的养老金，我晚退休1年，这个养老金账户少支出160个亿，一进一出，等于延迟退休年龄1年就可以省200个亿。你琢磨琢磨，这是不是有账算？目前养老金的问题让人议论纷纷，养老金是否真的存在亏空？它的缺口能有多大？专家学者之间并没有一致看法。中国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引起了普遍关注。2013年，中国的养老金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但对此有人并不认同。我要说明的是，我们的养老金没有缺口。我们现在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结余已经超过了2万亿元，
作为登记储备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积累也将近1万亿元，所以我们不存在养老金的缺口的问题。不论是否存在养老金缺口，但有资料显示，我们存入账户的养老金却有缩水的风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向龙曾表示说，截止到2010年12月底，地方管理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算后的总额达到了 1.5 万亿元。按照规定，这笔钱目前只能存入银行或者购买国债，其中 90% 都用于银行存款。10年来年均收益率不到 2%。于是戴向龙理事长提出了将部分养老金用作股票投资而实现保值增值的建议。对这一建议，有关专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你要是真的把它作为一个长期的价值的一个投资工具，那么我觉得少量的股票这个作为你的养老基金的资产长期持有是可以的。怕的是什么呢？你把股票市场作为一个投机市场。当然，不论养老金采用哪种方式实现保值增值，首要的目标都将是以公平公正的原则为退休的职工实现生活上的保障。再一个，我们这个养老金占你工资比例多大呢？交付养老保险的 28%， 我前面说一个社会统筹 20%， 一个个人账户 8%。那么为什么当初制定这 28% 呢？是按60岁退休，你到那点就退了就得领养老金了，那我们得制定高点，保证到时候能供上。现在你要延迟到65岁，你是不是得把这 28% 调下来？比方说调成 20%， 甚至调成 15%， 你延5年吗？可是我们现在一些专家提的，光是延退休年龄，没有提缴费率这 28%。所以我说延迟退休年龄是个好政策，利国利民。可是问题呢，你得先把前面障碍都去掉，才能让大家心服口服。其实，随着全球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西方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延迟退休这一举动已经成为了很多老龄国家必须面对的一道坎儿。因为这一改变涉及到很多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所以很多国家都会慎重选择延迟退休。美国早在1983年就决定将退休年龄由当时的65岁逐步提高到2017年的67岁，后来更是有参议员建议把这一数字提高到69岁。英国在退休年龄变革当中则更为大胆。2011年，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消息，英国将逐步取消65岁退休的限制，让公民自己选择退休的时机。而德国为了缩减公务员、退休金等方面的预算，计划到2031年将把现在的65岁退休提高到67岁。当然，这些国家延迟退休的计划都遭到了民众的反对，实施的阻力同样很大。所以你把这些弄明白了，延迟退休年龄才有政策意义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我们说关系到这么多人的切身利益的政策出台，一定要本着公平正义的角度。退休政策实施应如何翻越层层障碍？以此牵动大众人心的调整，还有哪条好路可行？我们拿什么实现公平的延迟退休？本期老梁观世界，算算退休这笔账，正在播出。其实从世界范围来看呢，这个退休政策的延迟一刀切的并不多，往往是弹性。就退休呢，你这不有个人账户吗？你放在这儿，你愿意啥时候退啥时候退。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所以人们可以选择自己领取养老金的时间。比如60岁领取养老金是一个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那么如果人们要提前的话，养老金就可以降低；如果推迟的话，养老金就可以提高。反正你早退，你领退休金就少；你晚退，退休金攒就多。你根据自个儿的年龄和自个儿身体条件，我觉得退休金攒够了，那我退了。我算算我还能活20年，这20年够花了，退了。如果不够，那我多干2年。当然得有人愿意雇你，有人愿意雇你，根据你的年龄条件，根据你身体条件、经济条件，好，我愿意干啥时候干啥时候，我愿意什么时候退什么时候退。也就是说，退休呢是高度个人化的东西。应该采取自愿的原则、弹性的原则。这里边就是说，我愿意延长的，我有能力、有条件延长的，可以延长。
但是我希望在按时退休的话呢，应该让他也享有这样一种选择在。你比方根据每个人体质不同，你60退，你58退，那身体条件好的65往上退都可以。所以退休是很个人化的东西。可是我们国家这么范围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有时候没有办法，政府制定这种一刀切政策呢，也是为现实的需要。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应该考虑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应该吸取广泛社会群众的意见，得需要社会全方位的讨论。而且我们将来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它不是简简单单延迟退休年龄就能解决的，它也有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构问题。所以不能把这些事混为一谈啊！人口老龄化要来了，那我们就得延迟退休年龄，这个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任何一项社会政策影响到了这么多的老百姓，那就不是小事。这个政策即使效率再高，也得在兼顾公平的基础上，首先把公平解决了，然后你才能谈到效率。对于不少西方国家的政要来说，退休既是一种结束，同时也意味着另一种开始。他们中的很多人反而比在任上的时候还要活跃，有的甚至比在任上的时候赚的钱还多。你比方说克林顿，有人风生水起，有人落寞凄凉，各国政要们的退休生活为何大相径庭？有人热心公益，有人低调退隐，有人驰骋商界。是什么被主导着政要们的退休选择？广告代言、商业演讲，或者出谋划策、牵线搭桥，西方首脑们到底有哪些生财之道？老梁观世界，总统退休之后，风光之后有乾坤。很多西方国家的政要退休之后呢，他们往往比在他们任上的时候更加生财有道，就是挣的比在任上多。有人说这怎么可能呢？其实呢，咱们很多朋友并不了解。你比方说美国总统，美国总统在任上能挣多少钱呢？你像奥巴马，现在一年年薪也不过40几万美元。克林顿那个时代呢，总统的年薪也就是20几万美元，没有多少钱。可他们退下来之后，现在的美国总统和一些西方政要，好多人挣的都比他在任上时候多。他靠什么挣钱呢？这里有几种模式，你看咱简单举例，有克林顿模式，有基辛格模式。什么是这些模式呢？我一说你就明白。咱们比方说克林顿模式，克林顿从总统位置上卸任之后呢，我们都知道克林顿口才非常好，他不少场合演讲很吸引人。You live in the most interdependent age in history. The borders of the world look more like nets than walls. Their number one priority was not to put America back to work. It was to put the president out of work. 克林顿一退下来，就靠这演讲厉害了，好多地方都愿意请他。为啥？美国总统啊，你甭说他口才了，他这些见识，他在那个位置上，在那么高的地方上看这个世界，看这个社会，甚至看人生，他肯定有比我们厉害的多的一些见解。所以好多地方人愿意请克林顿来。所以这个克林顿模式是什么呢？你看，咱举个例子吧。2008年的时候，希拉里要参加这个总统竞选。那凡是参加总统竞选的呢，都得进行财产申报。那看看你有多少钱呢？希拉里、克林顿两口子，捎带着一调查，美国公众就知道了。哦，原来克林顿这么有钱。因为正常来讲，这个数据是不能公布的。可是你要竞选总统，那你必须公布。说多有钱呢？你就单说2006年这一年，克林顿就挣了900万到1000万美元。靠什么挣的？就靠演讲挣的。他在2006年一年，克林顿讲了352场，一年365天，几乎1天1场。这一年就挣了将近1000万美元演讲的费用。他单场演讲是多少钱呢？不低于15万美金，有的那就20万、30万都有。所以克林顿光靠演讲就能挣这些钱，还有出书。因为他在位的时候经历了那么多大事儿，他要写回忆录的话很吸引人。所以克林顿2004年出了一本书叫《我的生活》。你琢磨这名你听着就有琢磨头，我的生活。克林顿什么生活呢？起码大伙都知道他跟莱文斯基有那丑闻，就光这个就很吸引人看。结果这一本书
克林顿版税挣了多少？挣了1000万美元。所以这个演讲加出书这种模式被称为克林顿模式。西方政要们退休后参与商业演讲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而克林顿这位精力充沛的演讲高手更将这一商业模式操作得登峰造极。2002年5月23日，卸任总统后的克林顿受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邀请，到深圳发表了30分钟的主题演讲 WTO 与中国经济，然后携25万美元的出场费轻松离去。2003年，四川某知名酒业集团邀请克林顿入川进行演讲活动，仅仅2个小时，40万美元就被克林顿收入囊中。当年8月，克林顿再次来华，访问北京、郑州、昆明、杭州等地，参加高尔夫球赛，发表商业演讲，出席公益活动。所到之处大受欢迎的克林顿常常被记者和群众围得水泄不通。在克林顿的成功示范之下，演讲这一商业模式迅速得到发展，靠演讲赚钱已经成为美国总统卸任后主流的赚钱方式。美国不少总统按这路子走，你像这个小布什，有人说小布什不行，小布什笨嘴拙舌的，还总说错话，那不耽误他演讲。为啥？这就是他的阅历，他那个时代了解到的事儿，能不吸引人吗？当然，小布什由于说话呀干什么的不如克林顿，所以他一场要价没克林顿那么高。克林顿不是15万美元往上吗？小布什也就是9万美元往上，到15万美元之间，没有克林顿要那么高。小布什后来也写书，那本书版税也赚了700多万美元。当然，人家小布什家有钱，比克林顿家点厚，所以这些钱对小布什来说呢，还不是个事儿。那不光是说这个克林顿、小布什这样总统，有些美国的这些高层人物退休也干这个。2004年出版的克林顿回忆录《我的生活》，总版税收入超过2400万美元。2010年11月，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自传《决策时刻》上市。尽管外界评价认为其内容十分单调乏味，但这本书还是让小布什轻松收获700万美元。丰厚的版税收入让卸任政要们走马灯似的纷纷推出个人回忆录，而且质疑越大，似乎销量越好。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回忆录《旅程》自2010年9月上市以来，在一片抗议声中热销不断。美国前国务卿赖斯的最新回忆录以及前财长保尔森的回忆录都成了炙手可热的书籍。退休政要们凭借非凡的经历撰写回忆录，出版自传，凭借出色的口才、广博的见闻从事商业演讲，这种模式成为西方首脑卸任后常用的生财之道。那么除了克林顿模式呢，还有第二种模式叫基辛格模式。基辛格模式是干嘛呢？基辛格我们都知道，美国以前的国务卿，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中美之间关系解冻，那就是基辛格打的前站，才有尼克松访华。这个基辛格呢，本来他是个学者，他的社会人脉非常广泛，而且对世界政治经济有深入的理解。他退下来以后干嘛呢？搞一个咨询公司，就专门给你做政策呀，什么这个法律啊，什么经济发展脉络呀，做这方面咨询。当然名义上是这种咨询，说白了利用他的人脉给你做生意上提供方便。你比方说中美建交以后，有很多美国公司就想和中国打交道，那基辛格是个中国通啊，所以基辛格这公司一年承揽了很多美国的公司咨询中国的投资状况是什么样，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当时基辛格呢经常来中国，那当然要价也不低，你要想让我上中国一趟给你斡旋点事儿那你起码给我提供私人飞机，而且一趟不低于10万美金。所以基辛格靠这个挣了不少钱。和他类似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也是这样。布莱尔在任上的时候来中国就来过2次，可退下来以后来中国来了10多次。这布莱尔就经常游走在世界各个，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他来的比较多。来干嘛呢？他曾经给欧洲一些风投公司，就风险投资公司当顾问。有的人说那布莱尔也不懂，既不懂金融也不懂技术，但你别忘了，政治家他懂政治，他懂政策。你比方说就中国的改革开放，他就根据你中国这段时间定的政策，布莱尔就知道大致中国要发展什么。你比方是能源工业还是环保工业。 We all know the implications of climate change and the importance of eco-cities and eco-technologies. 他就
代表这个风险投资公司到这儿来找这个机会来，从中搭桥握拳。所以布莱尔靠这个赚了不少钱。所以这是基辛格模式，说白了就是利用从政时期自己了解的状况、自己的能力，再加上他的眼界、他的人脉关系，搭起了这么一个网络，然后呢给其他部门呢寻求合作的机会。所以这叫基辛格模式。出书加演讲，出谋划策加牵线搭桥，卸任首脑退而不休。有人生财有道，也有人落寞凄凉。是什么在主导着他们的退休选择？老梁观世界，总统退休之后正在播出。所以你看，凡是克林顿模式和基辛格模式之下退休这个总统啊、元首啊，哎呀，那都发了财了，而且很风光，丝毫也不违背法律，也不是以权谋私，人家有自个儿能力。当然，不是所有的退下领导人都这么干，也有一些呢很低调、很平淡的。你比方说美国总统杜鲁门，我们说杜鲁门是44年上台到52年下台，当了8年美国总统。杜鲁门也曾经亲自下令在日本广岛、长崎扔2颗原子弹，那是2战结束时候的美国总统。那么这杜鲁门呢，他52年退休以后呢，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啊，美国总统没有退休金，也没有什么保镖跟着。那个时候，杜鲁门两口子唯一的收入是什么呢？就是杜鲁门作为一战时候退役的老兵，有一个退役的基金，每个月呢给他大概111.96美元。你就说即使那时候前10吧，52年你说112美元也没多少钱。就杜鲁门当时其实挺困难这个生活，到后来他甚至不得不把祖上留给他的农地卖了。可是杜鲁门在那种情况下呢，拒绝写书，拒绝演讲。你想让他经过2战，他得知道多少秘密？这时候要写书要干嘛呢？那得卖多少钱呢？但杜鲁门不干，打死我也不干这事儿，太掉价。所以他的经济状况啊，甚至很窘迫。有一度呢，他跟他老婆2个人开车呀，就出去旅游去，只能住那个美国叫汽车旅馆，要咱们说就算什么快捷酒店。有时候这店都住不起，上朋友家住去。平常就节假日出来吃饭，也都到一些大排档、小餐馆。偶尔一次到一个正经餐馆，舍不得点贵的，点便宜东西。你比方当时这个鸡块啊，也就是0.7美元，俩人一人点一份，要一份饮料，就把这正经餐馆啊当成麦当劳、肯德基这地方吃。结果那个厨子认识的，那个厨子是2战时候老兵，哟，这不总统吗？杜鲁门吗？这跟身边一说，这小镇子上不少人都到这餐馆爆满来看看杜鲁门到这吃饭来。所以杜鲁门当时这种状况比较低调，也确实挺困难。也正是因为杜鲁门这种遭遇，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说不能让美国总统退了以后这么寒碜。每个总统当时定1年的退休金25000美金，那是25000不少了。然后呢，还有他的办公经费呢，你到各地活动呢，再给这个5万美金经费。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到克林顿他们这时候呢，美国总统退休的这个年金已经达到20几万了。但是现在有人提出异议，美国纳税人不干了，这个当官的他退下来了，还有各种各样的待遇，这些待遇甚至不因为他退休而有所削减，这其实花的不都是纳税人钱吗？从这点来讲，他已经退下来了，他就不应该再享受任上同等的待遇。所以他克林顿、小布什这帮人，这活得比我们好多了，退了休这上千万美元挣，还要这退休金干嘛？而且他们办公经费不封顶，有时候50、60万美元花着。所以现在美国也正研究，就美国总统退休这钱应该怎么控制到纳税人能够接受的范围内。有人风生水起，有人落寞凄凉，各国政要们的退休生活为何大相径庭？有人热心公益，有人低调退隐，有人驰骋商界。是什么被主导着政要们的退休选择？广告代言、商业演讲，或者出谋划策、牵线搭桥，西方首脑们到底有哪些生财之道？老梁观世界，总统退休之后，风光之后有乾坤。所以这杜鲁门这算一个典型低调的退休总统。还有美国前总统卡特，被认为是美国最好的前总统。退下来之后呢，卡特积极致力于一些公益事业，或者搞慈善呢，或者国际间呢为了和平去握拳。而且卡特最近呢还研究了一些什么绿色能源之类的，开始琢磨这个。1982年，美国前总统卡特在亚特兰大设立了卡特中心，通过这一非营利组织，
卡特活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消灭了在非洲肆虐的多种寄生虫病，挑起了在海地、朝鲜、前南斯拉夫出现的危机。同时，卡特中心还广泛推广民主进程和经济合作，至今已有约80个国家从中受益。由于他在慈善事业、人道主义等方面的突出贡献，2002年卡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所以说，这些总统他们还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一些呢维持自己公众形象的事儿，哎，这个很好。所以我说这几种呢，有这个低调的，也有去高调赚钱的，也有的呢退下以后啊，哎呦，挺惨，不说穷困不堪吧，也潦倒没人理，也有这样的。你看，我举几个例子啊，咱们前不久做过一期有关于撒切尔夫人铁娘子。铁娘子退了以后，晚景就挺凄凉。虽然不缺钱，但是在自己的这个家里待着没人理。这老太太热闹一辈子了，到过生日时候也没来多少人，她有时候心里受不了，就觉得晚景凄凉。2011年1月，电影《铁娘子》在英国上映。影片中的撒切尔夫人罹患老年痴呆症，在幻觉与回忆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位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的一生。从出身贫寒的杂货店老板的女儿，到成绩优异的牛津大学毕业生，再到享誉全球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记。而当岁月流逝，光芒消退，晚年的撒切尔夫人倍感孤独凄凉，令人唏嘘不已。2002年，她接连发生几次轻度中风，留下了记忆力衰退的后遗症。2003年，她的丈夫先她而去，子女成家之后，撒切尔夫人一人孤零零地住在寓所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冷清的新年。没人理她了，长久都没人关注。当然，这个仅仅是说，这个感觉上啊，生活上没问题，也有生活上遇着麻烦的。韩国的前总统卢武铉呢，现在干嘛呢？有人说我知道，2009年不是自杀了吗？那是因为啊，他家属被查出一些贿赂啊，这个腐败的丑闻，所以卢武铉承受不了压力，2009年自杀了。卢武铉在任上的时候，大伙都知道，由于这个经济啊各方面搞得不怎么好，包括其他政治基金的问题，开始弹劾他。那是韩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弹劾下台的总统。他下台以后呢，本来想在首尔郊区呢租套房子，在这就养老得了，没想到国家不允许他。为什么呢？韩国法律有明文规定，你没有首尔户籍，就你不是首尔户口的这样的公务员，你不能在首尔买房子，连租房子也不行。卢武铉的户口还在老家呢，所以退了以后呢，连在这租个房子住都不行，没招他就得回老家。回到老家呢，做个环保志愿者，跟大伙一块在河里头捞垃圾。你看，还有日本的前首相村山富市，你以为当过一回首相那得多风光？不行，退下来之后治病没钱，还得向人借钱，穷到这程度。到80多岁了，还得自己蹬着3轮车上这超市买菜去，身边连个随从都没有。就日本那种政治制度，就你退下来之后，你兜里有多少钱花多少钱，退休金是多少就是多少，没有特殊的补贴，也没有人给你再提供这个那个方便条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各国政要有很多退下来，这样也不少。纵观各国政要的退休生活，有人热心公益，有人低调退隐，有人驰骋商界。昔日风光无限的首脑政要，为何退休后的境遇却大相径庭？老梁观世界，总统退休之后正在播出。那么你看，今天咱们说了，你作为这个政府的首脑，毫无疑问，他属于我们人类当中的精英分子。那这些精英分子，他有能耐，他退下以后还有精力，愿意自个儿东奔西跑的干点啥，这无可厚非，他多劳多得。这个多劳多得呢，不是我们想象当中，你像克林顿他们那么容易啊，就演讲就拉倒了。有的人多劳多得呀，他也是很辛苦的。还有一位多劳多得典型的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施罗德有个外号叫奥迪总理，什么意思呢？施罗德结过4回婚，结过4回婚，给老婆买的钻戒摆这1个圈、2圈、3圈、4个圈，那不奥迪的符号吗？那标志吗？所以管他叫奥迪总理。他结4回婚，离了3回吗？他经济就崩溃了。为啥？他到现在得负担3位前妻和3位前妻生的孩子的生活费。他1个月退下来给多少钱？1240欧元的退休金。
政府给了他栋别墅，他不敢住，为啥？那栋别墅整个的费用下来一个月要1700欧元，他工资都不够。跟现在妻子就在柏林一个小公寓里待着，租的公寓。所以这施罗德穷的还欠债，没招了，退下来干嘛呢？要么给这公司当顾问，要么给那个公司做策划，那可真是干活，东跑西颠的，同时兼好几个公司，一大堆头衔，勉勉强强把现在这个生活维持住。你要在我们看，哪任总统哪任领导人居然连房子都没有，都不可思议。所以我说嘛，他们这些人凭着能力多劳多得，退休以后一切靠自己，我认为这完全无可厚非，这是好事。所以我们说看一看其他国家制度上对权力的一种约束，包括对退休以后权力人脉的一种约束，对于我们也许会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作用。